海童笑道：所以你替我保密，别让我姐知道真相，免得我姐难过。他这个好友真是勇气可嘉啊。他一直以为闪婚陌生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里，没想到好友给他上了真实的一课，证明来源于生活。人家里的女主都是闪婚个亿万富翁，彤彤，你闪婚的那位也是吗？一落，海童就敲了好友一记，笑道：咱们店里的你都看了个遍吧？做着白日梦呢，随随便便就能闪婚个亿万富翁，你以为亿万富翁遍地都是？沈小军摸着被好友敲过的地方，说道：不是亿万富翁，是千万富翁也不错。咱们管城是大都市，千万富翁还是很多的。他们父母那一辈的城里人都是拆迁户，很多有远见的人都盖了好几栋楼房出租，买了不少商铺出租，靠收租就能过着优渥的生活。沈小军家里也有好几栋楼出租，半条街的商铺，他本来不需要出来工作呀，但他不喜欢做收租的工作，就和好友合伙开了这家书店，打发时间又能赚点小钱当零花。彤彤，你知道咱们管城的千亿富翁是谁吗？外卖送到了。海童出去拿了外卖进来，把小军的那一份给他。他在好友的对面坐下来，一边打开快餐盒的盖子，嘴上说道：我认识的最有钱的便是你们家，管城有千亿富翁吗？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听说咱们管城的首富便是千亿富翁，姓什么来着？我听过，但没有记住，想着咱们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首富的，便懒得去记人家姓什么。海童吃着他的饭，你们家是千万富翁，你都说一辈子没有机会接触到首富，我这种穷苦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我创业这么多年，赚的也不算少，但我至今连套房子都买不起，还得嫁人才蹭到一套房住，还不是他名下的，要是他和战役离了婚，他就要搬出去的。你可以供房的，你的存款够首付了吗？买小一点的房子倒是够首付了，但我想买大一点的。要是我姐带着杨洋过来玩，想留宿也有房间给他们住。管城的房价是越来越高，他赚钱的速度根本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要不我借点给你，不收你利息。海童夹了一块扣肉放到好友的快餐盒里，这家的扣肉味道不错，你尝尝。我现在嫁人了，老公是有房子的，就是先将就住着，买房的事啊，以后再说。你老公买的房子在哪里呀？明苑花园。那不错，那里的环境好，交通方便，离咱们店也不算远。你老公在哪家公司上班呀？能在管城买房，还是明苑花园那种高档小区？他的收入肯定很高啊，月供多少？需要你帮忙还房贷吗？彤彤，他要是让你帮忙还房贷，你得让他往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否则太吃亏了。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你们俩感情不好，离婚的话，那房子是他婚前的，你分不到。海童看了好友两眼，说道：你倒是和我姐想的差不多，房子是他全款买下来的，不用还房贷，我没有花一分钱，不好叫他往房产证上加我的名。沈小军说道：夫妻感情好的话倒是无所谓。海童忽然想起，他姐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姐夫婚前买的，房贷也是姐夫在还，就是装修费用全是他姐的钱，但姐夫还没有在房产证上加上姐姐的名字。海童想到姐夫现在老是指责他姐姐只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心里有了担忧。改天有机会他得提醒一下姐姐。饭后两个人轮流着去午休，待到傍晚，学校门口的店铺又都忙了起来，海童一直到晚上11点才关门。沈小军家里离店里很近，晚上又有亲戚请吃饭，海童让他先回家。关上了书店的门，海童从裤兜里掏出车钥匙，走向他那辆电瓶车。海童回家了。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笑着和他打招呼：回家了，阿姨，你还没有关门？我是住在店里的，什么时候关门都一样。夜深了，你路上小心点啊。哎，这般年轻漂亮，早点交个男朋友，晚上让男朋友来接你安全一点。海童跨上了电瓶车，笑着回应：我是学过散打的，不怕。回家的路呢，他走了数年，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小混混，见他独身一人。
有年轻漂亮的拦过他的车，不过最后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哭爹喊娘的。之后呢，那些小混混都知道他不好惹，再也没有人敢拦他的车了。海彤在隔壁店老板娘的目送下，骑着电瓶车走了。海彤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可惜我儿子还小，无法把她娶进家门当儿媳妇。杂货店老板娘很可惜地说了句。她的丈夫开始把摆放在门口的货物往店里搬，听到妻子的话，他笑道：我看海彤的面相，人家那是富贵面相，以后要当阔太太的，咱们家什么情况不般配的。去，不过是看了几本相书，真当自己会看相了。你真会看相，就给我看看我什么时候发大财。他们在学校门口开的杂货店，买的都是生活用品，只有开学季生意才最火爆，平时都是一般般的，赚的不如开书店的多，倒也够一家老小生活。就海彤那样的家底，能嫁入豪门，不是我瞧不起她，层次不同，圈子不同，她连认识真正豪门的人都没有机会，更不要说嫁入豪门了。海彤老家是在管城管辖下的一个镇的农村，父母双亡，就姐妹俩相依为命。虽说海彤收入不菲，顶多也就能嫁入小康家庭，想入豪门成为阔太太，不可能的事。我不跟你说，我还不想跟你说呢。海彤并不知道，在她走后，邻居会因她而起争执。她骑着电瓶车，花了20几分钟回到了姐姐家楼下，停好了车，她才想起自己搬家了。仰头看了看姐姐家所在的楼层，看到姐姐家里已经熄了灯。海彤心里有点失落，终究是没有打扰姐姐一家3口，骑着电瓶车离开。等她回到明苑花园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推开家门进去，屋里一片黑，感觉不到半点烟火气息。可能是战印工作太忙，经常出差吧，所以她的家就显得清冷吧。海彤进屋先看了一遍，确定战印没有回来，这个点了，他没回来，想必是在公司留宿吧。于是呢，海彤便把大门反锁，想了想，又到处找战印的鞋子，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他一双拖鞋，把他的拖鞋放在屋门口，重新把大门反锁，关上大厅的灯，回房里去。从行李箱里拿出睡衣，他的东西都还没有摆放好，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再摆放吧。洗了个热水澡，又困又累的海彤倒床便睡。然后与此同时的管城大酒店，战印在保镖的簇拥下走出自家公司旗下的大酒店，他刚和大客户谈好了一大笔的生意，客户被安排住在酒店里的总统套房。他想起今天才领证的新婚妻子，决定回家一趟。大少爷是庄园里还是去山顶别墅？庄园是战家的老宅，山顶别墅是战印名下的一栋大别墅。他日常都是自己住在那栋山顶别墅里，偶尔才会回战家老宅陪长辈们吃一顿饭，尽尽孝心。去明苑花园，战印上了劳斯莱斯后，低沉地吩咐着：我新买的那辆东风商务车，记得帮我开过去，那是用来骗他老婆的。他老婆叫什么来着？对了，你们大少奶奶芳名是？战印懒得去掏结婚证。结婚证被奶奶过目使，奶奶好像还没有还给他吧，反正他身上现在没有结婚证。保镖，大少奶奶姓海，单明彤，今年25岁，大少爷可得记牢了。他们大少爷记性特别好，但他不想记住的人呢，却是怎么都记不住，特别是女性，天天见面的，大少爷可能都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记住了。战印随意地嗯了一声。保镖从他说话的口吻可以听出来，下一次他们大少爷肯定还是记不住大少奶奶的名字。战印不想分心在海彤身上，靠在车椅上闭目养神。管城大酒店离明苑花园车程只需要10分钟，豪车队在明苑花园门口便停下来，由战印独自开着那辆东风商务车进小区。记不住新婚妻子的芳名，自己买下的房子战印还是记得的。很快他回到了自家屋门口，看到门口放着一双很眼熟的拖鞋，那是他的拖鞋吧？怎么被扔出来的？肯定是海彤扔的。战印眼神森冷，俊脸也绷得紧紧的。他原本对那个救过奶奶的女孩子是心存感激的，但在奶奶老夸他的好，
要他娶她时，他就对海童失去了好感，觉得海童是个心机深沉的女孩子。虽然最后是答应了奶奶，娶了海童，却跟奶奶说好了，婚后他隐藏身份，考察海童的人品，要是海童过关了，他才会和海童成为真正的夫妻，过一辈子。要是让他发觉海童真是个心机深沉的女孩子，就休怪他不客气了。敢算计他战印的人啊，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掏出钥匙，战印开门，却怎么都开不了。意识到是屋里那个女人把门反锁了，他心里的不满更甚。啊，这是他的房子，让他入住，他却把他挡在屋外了。战印一生气就抬脚踢门，把门踢得砰砰响，然后与此同时还打语音电话给海童。有前车之鉴，他给海童的微信明备注了姓名，还特意加上了老婆2个字，否则他一下子想不起海童是谁，还是会把他自他微信好友里删除的。在战印踢门的时候，海童就被吵醒了。半夜3更的，谁在拍门啊？还让不让人睡啊？海童起床气有点重，更不要说是被人吵醒的。他掀开被子，穿着睡衣就怒气冲冲的出来。手机落在房里，战印打语音电话的时候，他便不知道。谁啊？半夜3更的不睡觉，拍我家门干啥？海童开了门，拉开门时还骂着门口站着的男人。当他看清楚门口的人时，他愣住，看了战印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忙换了笑脸，讪讪地道：“战先生，是你啊？”战印打语音电话，他不接，心里的怒火也堆积得老高了。此刻他懒得搭理海童，黑沉着一张脸，越过了海童，径直进屋。海童偷偷地吐了吐舌头，这就是闪婚的后遗症。探头出去看了看，还好啊，战印刚才拍门拍得那么大声，没有吵醒左邻右舍。看到门口那双拖鞋，海童弯下腰去，拿起了那双拖鞋回屋，重新反锁了大门。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见你不在家，以为你今晚不回来，才会把门反锁。海童解释一句，家里就我一个女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便拿了你一双拖鞋放在屋门口，那样别人看到咱们家有男人的鞋，知道屋里有男人，不敢做什么。他是学过散打，不把小混混放在眼里啊，不过居家的安全意识，他还是做得很好的。战印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双乌沉沉的眸子死死地瞪着他，那眼神锐利又冰冷。10月的夜晚有点清凉，被他这样瞪着，海童觉得不仅仅是清凉，而是提前进入了冬天的感觉，冷。战先生，对不起。海童把他的拖鞋拿过去，放在他的脚边，道歉。他应该打个电话问问他回不回来的。良久，战印冷冷地道：“我是说过让你不用管我，但这是我的家，你把我拒之门外，我很不爽。战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会提前打电话问你回不回来，你不回来，我再把门反锁。”战印默了默后说道：“我出差的话，会提前告诉你，没有告诉你，我就会天天回家。不用打电话，我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接你无聊的电话。”海童哦了一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这房子是他的，他是老大。战先生要不要吃宵夜？海童想着他忙到现在才回来，应该饿了，好心的问了句：“我从不吃宵夜，会长胖。”战印是很在乎自己的身材的，不允许自己胡吃海喝变成个胖子，减起肥来太困难。海童笑：“战先生的身材很好，那我先回房睡觉了。”战印嗯了一声，晚安。海童向他说了声晚安，转身就走。等等，海童，战印叫住了他。海童停下，扭头问他还有事。战印看着他说道：“以后啊，别穿着睡衣出来。”他睡衣底下没有穿内衣，他眼神里该看不该看的都看到了。他们是夫妻，他看就看了，万一是别人呢？他可不想自己妻子的身体被其他男人看透了。海童脸一红，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砰一声关上了房门。战印，他都没有觉得尴尬，他倒是害羞了。略坐了片刻，战印回到自己的主人房里。这套房子是临时买下来的，买的是精装修，只需要拎包入住便行。不过由于匆忙，他的房间也没有收拾整理好。
那让他颇为满意的是，海童很识趣，没有死皮赖脸的要跟他睡在同一间房里，更没有要求他尽到丈夫的责任。下半夜，夫妻俩都相安无事。隔天，海童像往常那样清晨6点便起来了。以往他起来后就要先准备早餐，然后收拾屋子，时间要是充足呢，还会帮着姐姐晒衣服。可以说在姐姐家里住了几年，他做着保姆的事情，不过是不想让姐姐太累，但在姐夫的眼里却是应该的，也把她当保姆来使唤。今天醒来，望着睡了一个晚上还觉得陌生的房间，记忆回到脑海里。海童嘀咕了一句：“我睡糊涂了，以为还在我姐家里，这是我自己的家，我可以多睡会儿了。”他又倒回床上继续睡。可惜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就算他想重新入睡都睡不着。肚子又饿了，干脆便起来，换好衣服，洗漱后走出房间，看了一眼战印的房间，房门依旧紧闭，想必还没有起来。也是昨晚回来的那么晚，这个点哪能爬起来？晃进厨房，看着空荡荡的厨房，海童沉默片刻，转身出来。他昨天下单买了很多厨具，但还没有收到货。早知道他就不网上下单了，直接去大超市里买还快一点。昨天搬家的时候，他记得小区附近有早餐店，海童决定去外面打包2份早餐回来。不知道战印喜欢吃什么，又不好叫醒他问问，海童只好多买了几样。他打包有肠粉、蒸饺、油条、豆浆，还有皮蛋瘦肉粥，这些是管城普通人常吃的早餐。战印睡得晚，起得却不晚，在海童出门买早餐后，他便醒来了。不习惯有妻子的他，一时间又忘记了海童的存在。他赤着上身出来，本想倒杯水喝的，海童就在这个时候开门进来，夫妻俩打了个照面。下一刻，战印两手护胸，转身就往房间跑，像极了昨天晚上的海童。海童先是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心里腹诽着，男人的上身有什么好看的？无非就是看看有几块腹肌，他居然双手护胸，笑死他了。好一会儿，战印再次出现在海童的面前时，已经是西装革履，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却又不好说海童什么。谁叫他又忘了自己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这个陌生的女人还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他平时住在自己的大别墅里，早上起来的时候，整层2楼只有他一个人，只要他不下楼，家里的佣人都不敢上楼的。然后他便放肆了点，偶尔不穿上衣便从房里出来。今天也这样，就被那个心机女看到了他的上身。战先生，我打包了早餐回来，过来吃早餐吧。海童笑痛了肚子后，倒是没有忘记吃，把他买回来的几样早餐摆放在餐厅的那张桌子上，招呼着那个被他看了上身就像掉了几斤肉的男人过来吃早餐。战印沉默了片刻，还是走了过来，看了一眼他买回来的早餐，低冷地问了句：“你不会自己做饭？”“会啊，我烧的菜还特别好吃。外面买的早餐，特别是路边的那种简易早餐店，不太卫生，以后少吃。自己会烧菜做饭，就自己在家里做着吃，卫生安全。”身为战家的当家人，战大少爷是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管城人常吃的普通早餐。海童反问他：“你看过你自己家里的厨房吗？比你的脸上还干净，什么都没有。我就算是5星级酒店的大厨，没有厨具，没有食材，我也烧不出满汉全席来。”战印顿时哑口无言。“你要不要吃？”海童问他。肚子也是饿了，战印为了不让老婆大人看出他的破绽来，便在餐桌前坐下，淡淡的道：“你都买回来了，我不吃便是浪费，偶尔吃上1次2次也吃不死人，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呢。”海童把每一样早餐都分1半给他，然后坐了下来，一边吃着他那1半早餐，一边对他说道：“昨天我搬过来时看到了这情况，就网上下单买了不少厨具，等东西都收到了，以后我买菜做饭不会再让你吃路边摊的。”他在大公司上班，在公司里也有点小地位吧，属于白领阶层，讲究一点。他平时也是习惯自己做吃的，就是在店里才会叫外卖，他讲究一点，他也愿意顺着他。我们家里也还缺很多东西，我能不能都按照我的计划去置办？
战印抬头看了对面的妻子一眼，又继续吃他的早餐。这些很平常的早餐，味道倒是不错。咱们既然领了证，便是夫妻，这是你的家，你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只要不动我房间就行，其他地方随便他折腾。好啊，得到他的允许，海童决定就按自己想的那样去做，要在阳台上养些花，买张秋千椅放在那里，闲时坐在秋千椅上看书赏花。对了，昨天奶奶说叫我周末跟你回你家里吃饭，见见长辈。战印淡淡的道：周末再说吧，我得看看我有没有时间，没时间的话，我叫奶奶带着我爸妈过来，你们见见面吧，吃顿饭便是。海童没有意见。吃饱喝足后，战印掏出了钱包，翻看了下，没有多少现金啊。他最后抽出了一张银行卡，把那张银行卡放到海童的面前。海童挑着没看他。你要买东西需要钱，这张银行卡就给你使用，密码是。他找来笔纸，把密码写在纸上，再递给海童。以后这张卡里面的钱就给你当家用，我每个月发工资后就往里面打钱。不过你以后买了什么东西都记个账，我不介意你花多少钱，但我要知道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刚领证的时候，海童问过他，夫妻俩需不需要 AA 制，他拒绝了。既然结婚了，是夫妻，便是一家人，他给他一点钱花，不在乎吧。反正他的钱多到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不知道自己真正有多少的身家。平时公司里忙，他花钱的地方也少，所以呢，养一个妻子等于可以帮他花一点钱，但他也不能当个冤大头，在他心里，海童就是心机女一般的存在，当然得防着点。只要他花钱都用在这个小家里，随便他怎么花，他一点意见也没有。海童不喜欢战印这样的态度及行事方式，他把那张银行卡连同写着密码的纸张一并退还给战印，他甚至连密码都没有看一眼。战先生，这个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也住在这里，房子是你买的，我住进来便省去了房租，这个小家的花费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全出了家里要置办的东西所需要花的钱，我出吧。除非是买超过2000元的家件，我会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着给一点变形。他收入不低，可以应付家庭的日常开支，除非需要花到大钱，否则用不到他出钱。他出钱，他不是不能接受，主要是他的这个态度让海童不爽，好像他会贪图他的那点家用钱似的，还叫他记账。他平时买东西除了店里的开支会记账，生活上是从来不记账的。战印不是笨蛋，相反，他非常聪明。海童的推拒让他明白是他的态度伤到了海童的自尊。他沉默了片刻后，还是把银行卡和写着密码的那张纸推过来，语气也温和了些，说道：我知道你开着店自己当着老板能赚多少钱啊，既然你说这个家是咱们的家，你有份我也有份，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一个家庭的所有开支呢？拿着吧，你不喜欢记账就不记账了。跟你说的买车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帮你首付买一辆？以你的收入供一辆车是不成问题的。他没有刻意去调查过他的收入怎么样，但他能在管城中学门口开一家书店，说明他还是有点能力的，赚到的钱也不会太少。这年头呀，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家里离我的店也不远，我骑电瓶车也是可以的。管城的交通，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容易堵车，开着4个轮的车还不如我2个轮的呢。战印一噎，他说的倒是事实。他平时上班都是错开了高峰期的，偶尔有急事在上班高峰期出门，堵得他怀疑人生，恨不得坐着私人飞机出门。有车还是更方便一点的，周末你还可以开着车带着你姐和外甥来个短暂的周末游。战印记得奶奶说，这个女人是和姐姐相依为命的，最在乎的人便是她的姐姐和外甥了。迟点再说吧，咱们刚结婚，彼此间都不熟悉，就花你那么多钱买一辆车，我浑身不自在。其实我自己的存款也够买车了，但我更想买房，有了房才有家。我不是你们男人，男人更喜欢买车。男人和女人在买房和买车的选择区别不同，女人一般选择要房，男人一般要车。对了，我姐想见你，不过我跟我姐说你最近出差了，
迟点再带你回去见我姐。战印嗯了一声。夫妻俩闲聊过后，海童便去晒衣服，战印坐在大厅里，想看看报纸的。这个小家里还没有订报，他找不到报纸，只得摸出手机来刷刷新闻，打发时间了。你的衣服你洗了吗？海童晒完了自己的衣服，随口问了一句在沙发上玩手机的男人。我自己会处理，他的衣服都是送到干洗店干洗的。海童抿抿嘴，不说话了，继续去做他的其他事情，扫地、拖地、收拾屋子。战印看着他的身影在房子里穿梭，做着佣人做的事情，蹙了蹙剑眉，想说什么，想了想后，终究是什么都不说。他们家这种事情是佣人做的，但在平常人的家里，很多都是妻子包揽了所有家务事。好在他们住进来之前，他的管家安排了佣人过来打扫卫生，屋子里还是很干净的，他扫了一圈都没有扫到什么垃圾。做完了日常会做的事情后，海童回到自己的房里，略作收拾后，便拿着他的手机袋子出来，对沙发上的男人说道：战先生，我先去我姐家里看看，然后直接回店里，你今晚大概几点回来，给我发个信息，我给你留门。哎，除了出差，我每天晚上都会回来，要是出差，我会提前告诉你的。海童嗯了一声。海童，这张银行卡你拿着。战印拿着银行卡起身走到海童面前，再次把卡递给他，并向他道歉，刚才我说话的口吻不太好，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海童看了他片刻，觉得他这次真诚了很多，才接过了银行卡，连同那张写着密码的纸张一并塞进了他的裤兜里。我走了哦。好。战印站在原地看着海童出门，等到屋门关上后，他竟然松了一口气。丈夫这个角色他似乎演得不太好。重新坐回了沙发上，战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打电话给老宅的管家。等管家接电话后，他低沉地吩咐杨叔，等老夫人起来后，你跟老夫人说，这个周末带上几位先生和太太们来明苑花园这里吃饭，老夫人会明白怎么回事的。海童去了姐姐的家里，考虑到平时都是他起来给姐姐一家3口准备早餐的，昨天他搬出来了，也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起来做早餐，他便在附近的早餐店给姐姐和外甥买了早餐。至于姐夫吗？这个点，姐夫应该去上班了，海童便没有买姐夫的那一份早餐。开了门进屋去，发现姐姐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里忙着呢。姐，彤彤，你过来了。海玲从厨房里出来，看到妹妹很开心。你吃过了吗？姐在下面条，也给你下一碗啊。不用，我吃过了。姐，你面条煮了吗？没有话别煮了，我给你和洋洋打包了早餐上来吧。还没有呢，我起来的晚了。你姐夫都是去外面吃的早餐，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整天在家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带孩子，然后也不知道早起给他做早餐。海玲颇有点委屈啊，带娃一点都不轻松。儿子昨晚有点低烧，她担心儿子会越烧越厉害，整夜都没有睡好。孩子不舒服也老是睡着睡着就哭，她还得哄孩子，相反老公却什么都不管，睡得比猪还沉，要是被儿子的哭闹吵醒了，还骂他连个孩子都哄不好。姐夫不知道带孩子的累，姐周末的时候你就把洋洋交给他带上2天，他就知道带个孩子多不容易了，免得他老是怪你在家里只带个孩子什么事都不干。早餐他也可以起来做的，谁规定当妻子的就一定要给丈夫做早餐的？洋洋呢？洋洋昨晚有点低烧，睡得不安稳，临近天亮了才退了烧，睡得安稳了。现在还没有醒，也是他睡得好了，我才能睡一睡，没睡多久就被你姐夫叫醒了，因为我没有早起来给他做早餐，被他骂了一回。海童听得一肚子的火气，洋洋怎么会发烧的？就算退烧了，姐，你等会也要带他去看看医生，预防反复。姐夫也真是的，孩子生病他不帮忙还要骂你。姐，我搬出去了，姐夫还坚持要跟你 AA 制吗？海玲在沙发上坐下来，打开了妹妹给她打包的汤和粉，一边吃着一边说道，我等会儿就带洋洋去看看吧，还是坚持要跟我 AA 制。
说我天天只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不知道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既然是一家子，我也要承担家庭的开支。这肯定是他姐教他的。我那个大姑姐嫁了人，还老是管着娘家的事。以前你姐夫对我可好了的，就是被他大姐教坏了。海玲很不喜欢他的大姑姐，喜欢挑拨是非，然后离间夫妻俩的关系。每次过来吃饭都挑剔得很，然后等大姑姐走后，他夫妻俩都得吵一回。还老是说他天天在家里花钱，读那么多书也不知道赚钱是个没用的东西。其实海玲在辞职之前，在公司里已经混到了财务总监这个职位，收入是很可观的。为了爱情，为了婚姻，她牺牲了那么多，换来的却是婆家人的辱骂。她花钱也只是花在这个小家里，她自己买衣服花的都是妹妹给的钱，衣服她都很久不买新的，化妆品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但每次她买了新衣服、化妆品，婆婆和大姑姐都骂她乱花钱。哪怕她解释说是妹妹给她的钱，婆婆和大姑姐又会说既然是给了她的，就是这个家里的共同财产，她也不能乱花。姐，要不就送杨洋上幼儿园，你重回职场赚到的钱不会比姐夫少。海彤是很心疼姐姐的，以往她住在这里，姐姐家里的家务事她几乎全包了，就是免使姐姐那么累。你姐夫说要等杨洋3、4岁再送幼儿园，现在幼儿园的学费一年比一年贵。你姐夫的收入要供房供车，还要给家用，更要给他父母生活费，每个月余下来的钱很少，也就是我省吃俭用把你给我的钱存了些，否则我们这个家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海玲以前是做财务这一行的，最会精打细算，她真的没有乱花钱，只要交得起学费就送杨洋去幼儿园，一来能让杨洋学点东西，也能跟小朋友们玩，二来姐能重新找份工作吧。女人不管婚前还是婚后都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不要再相信我姐夫说的鬼话，说什么他养你，这才养了几年就不耐烦了。姐，你说我姐夫会不会在外头有人了？海玲吓了一跳，说道应该不会吧，他的收入我很清楚的，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养小情人。可是姐夫对姐的态度越来越不好，姐，你还是得为自己的以后打算，不能再在家里当个没有收入却不被理解体谅的全职妈妈了。海玲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再说吧，彤彤，你别担心姐，姐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你怎么样？我妹夫出差什么时候回来呀？要一段时间，他是在大集团上班的，工作非常忙。海玲又细细地问了一遍妹妹在新家的生活，确定妹妹过得挺好的，她才放下心来。看过外甥后，在姐姐的催促下，海彤只得先回店里。她骑着电瓶车往书店而去，却还在想着姐姐一地鸡毛的生活，一分心就没有留意路况，差点被一辆车撞到，惊得她急速地往旁边拐去，险险地避开了那辆车，同时她也停了车。那辆车也紧急的刹车停车。海彤看向那辆车，竟然是劳斯莱斯豪车呀！劳斯莱斯后面还跟着好几辆清一色的轿车，估计车上的人都是豪车主人的保镖吧。在管城这个大都市，能看到豪车并不奇怪。海彤朝司机做了个对不起的动作，就赶紧重新开动电瓶车溜了，怕被骂。司机扭头对车后座的黑衣男子说道，大少爷，刚刚那个是大少奶奶。战印脸色阴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海彤差点撞上他们的车，他明显在分心，骑着车行走在那个车来车往的路上，他居然分心，想死是吧？想死也别找上他呀，免得弄脏他的车轮。